以下内容由 Brave 妙丽马桶清洁球赞助播出。在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里，有一个非常强大的法力武器，它叫做 Brave 妙丽马桶清洁球。它的外观像一串佛珠，4颗清洁球串在一起，每个清洁球里面住着4个妙丽的灵魂碎片，合起来就是一个有强大法力的神器。我来教你怎么使用。首先，你先挂一组在马桶的内缘，然后你要上厕所。上完厕所后，你就按下冲水键，接着对着马桶大声的念出咒语，去污垢走。这样你的马桶就清洁完毕啦。妙丽的魔法有多重功效，包含去除污垢、预防内缘的水垢生成，甚至还带有一点清香呢。我们这个 Brave 妙丽马桶清洁球的功效讲求的就是免手刷，所以你并不需要拿出马桶刷魔杖，直接念咒语就可以咯。妙丽魔法清洁球荣获 Dcard 4.7 颗星好评，推荐给大家。现在到虾皮购买 Brave 妙丽全系列，满199折20元，再抽 Switch， 输入折扣码 DOSH1111 数字的1哦，快把妙丽带回家吧。你现在收听的是敏迪选读。这礼拜我们的节目回归到正常的敏迪选读的长度，就是超过1个半小时。好，那为什么呢？因为这礼拜我们的新闻是蛮丰富的。首先我会先讲疫情。好，疫情的部分包含到了现在全世界的数字，然后还有哪些国家一直在突破新高，然后还很重要就是这礼拜我们开始看到疫苗有一些进展了。不只是一家疫苗，其实各国跟各个药厂都有不同的疫苗正在诞生当中。那台湾到底排不排得到队，然后这个疫苗到底够不够，什么时候出来，这个我大概都会简单讲一下。然后除了疫情以外呢，我们接下来好像会有一个也是常态性会讲的，就是美国总统大选。对，现在还是没有个结果啦。好，那这一次的美国大选呢，我会跟大家讲说，拜登目前看起来确定是当选的了。好，那在他确定当选之后，有哪些国家的领导人已经发 Twitter 恭喜他，或者是打电话给他祝贺，跟他讨论未来的事情呢？那这些动作他在外交上面的意涵代表什么？以及我们台湾总统蔡英文也有这样子做，那他的时机点到底是好还是不好？这个都要帮大家分析。那接下来下一段呢，我们就会花比较多的时间来讲一下这礼拜的历史，就是阿曼德他伊索比亚的历史。好，伊索比亚现在呢发生了比较严重的内乱，那内乱是发生在于伊索比亚本身的政府以及它北边的一个州叫提格雷州。好，他们为什么打起来，以及打起来之后在对于整个非洲的局势，非洲之角这一块重要的战略地位有什么影响，那跟美国跟中国又有什么关系，这个我会一起解释。然后接着呢，我会快速讲3个小新闻。一个快讯包含了这个现在东协正在开新的领导人峰会，那 RCEP 到底能不能签？然后还有那个美国国务卿 Pompeo 他还说台湾跟美国要展开所谓的美台经济对话。好，那美台经济对话大概内容会讲什么，以及 Pompeo 最近的这么多动作有没有什么蹊跷呢？然后还有一个是对，立陶宛。好，立陶宛新的政府上任了，那它是个联合政府，但他在上任的时候竟然提到台湾，他讲台湾什么呢？好，这个你可以听听看。那这礼拜最后有一个也是蛮长的新闻，就是双亚，亚塞拜然跟亚美尼亚，我们在10月5号那集节目里也提到他们最近打起来了。那这一集也是过了6周之后，我们可以看到结局了。结局到底是谁赢呢？那为什么有一方是输的？那跟其他的大国，比如说俄罗斯跟土耳其到底什么关系？好，这个是我们在这一个礼拜会帮你做亚塞拜然跟亚美尼亚的结局的解说。那这礼拜的最后呢，我会先推荐一部电影叫做《同学麦纳斯》，然后我会聊一下最近关于出版社跟这个网购平台的纷争。应该说讲独立书店跟网购平台的纷争。好，我会稍微讲一下我的心得，然后我给独立书店还有给出版社的一些建议。然后最后我会推荐一个粉专叫旧鞋救命，它是什么粉专呢？你可以听到最后。好啦，这礼拜新闻很长，所以我们话不多说，赶快开始吧。好，按照惯例，我们一开始还是先讲一下疫情的数字哦。那不过因为这礼拜新闻蛮多的，所以我就快速的念一下排名，然后还有现在哪几个国家比较严重。
那会把比较多的时间用在疫苗，因为大家都知道最近疫苗好像有一些新的进展，有好消息了。好，我们一样先来讲世界排名。现在全球在我录音时间11月14号礼拜六下午4点钟，全球的累积病例数已经来到了5330万人，5000多人咯，请大家一定要记得新型冠状病毒没有停下来。死亡人数全球来到130万人。那第一名当然还是美国，美国现在早就已经破1000万人了哈。那现在的确诊人数是1080万，每一天平均增加18万人以上，他甚至在前几天还有单日突破20万人。有没有可能是因为投票？好像有哦，他们在投票之后的确诊人数呢是有快速上升的。好，那所以这个数字，这个每天增加18万，这个数字可能大概在几天之后，或者是我们再想想看1个礼拜之后可能会开始下降。那美国死亡人数是 24.4 万人。第二名印度来到了877万人，每天大约是4万人在增加，死亡人数12万。第三名是巴西现在呢有581万人确诊，不过它每天增加的人数开始有减缓了，大概是3万人左右，死亡人数比印度多一点，16万多。第四名法国，对，法国早就超越俄罗斯来到了第4名了，它也是欧洲国家里面最严重的一个。那它现在确诊人数192万人，每天2万人增加，死亡人数偏低它是43000人死亡。第5名俄罗斯确诊人数落后法国一点点而已，它是190万人，那每天也是差不多2万人在增加，然后死亡人数3万人，所以俄罗斯跟法国是蛮接近的。第6名西班牙，也就是第2个严重的欧洲国家。西班牙我们都以为它已经减缓很久了没有，西班牙现在确诊人数是146万人，死亡人数4万人。第7名英国，所以其实你看现在在前10名已经有3个欧洲国家攀升回这个榜单上了。英国现在有132万人确诊，每天大概以2万多人确诊的速度在增加中。那英国的死亡人数比西班牙多一点点，大概是5万多人。好，在第几名了？第8名阿根廷，第9名哥伦比亚，第10名意大利。好，所以你看其实我们在之前一度看到排名里面偏多的是南美洲的国家，那现在没有，欧洲国家又全部都爬上来了，有法国、西班牙、英国跟意大利。那台湾目前大家也是要小心因为最近可能是就是复飞的航班变多了，所以台湾最近这个境外移入的人也变多，好像我今天录音时间就加了8个人都是境外移入。好，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不要放松心情然后就松懈下来了。好，那除了这个排名之外呢，我们来讲一下比较严重的几个国家。法国目前我们刚刚说它是欧洲疫情最严重的国家嘛，那单法国的病例数就已经占整个欧洲的 14%。 好，所以在法国的朋友也要小心。然后英国他们在过去24个小时内，应该说他以11月12号来看呢，他的单日新增人数是33470人确诊，那这个数字在英国是历史新高的，所以英国他们迎来新高应该就是因为他们有重新开放。那现在我们就知道在欧洲的几个国家都已经有再次2度或3度的封城，所以英国这边他们希望在封城之后开始在下降。那日本也要讲一下了，日本在现在一天没有很多人确诊没有错，但是他大概就1600多人确诊，但也是过去近几个月来比较多确诊人数的天数。那他们现在你可以说日本已经迎来了所谓的第3波疫情，他们过去第1波可能是在那个钻石公主号嘛，那第2波是封城之前没多久的，那现在解封了之后又有第3波了。好，然后俄罗斯也是，俄罗斯单日有439人因为这个染病而病故的人数，那这也是历史新高的数字在俄罗斯这边，所以在不止欧洲，亚洲也是有点严重。那然后讲到日本，我们这边特别讲一下奥运。那基本上啦，他们日本政府在11月12号的时候有展开奥运的这个算是讨论吗？对，有开会，就是对策会议。那到时候因为明年7月就会开始奥运了，那他们会在讨论说，如果要开放外国观众来看比赛的话呢，针对你那个国家如果疫情没有那么严重的话，你是可以进入日本，然后免除入境隔离14天的措施，然后你也可以搭大众运输。这是一个蛮勇敢的做法跟决策就是比如说像台湾好了，说不定在他们心中判定台湾其实疫情不算严重，所以台湾人如果你要去看奥运，
你是可以不用在日本隔离14天的，但你回台湾应该还是要隔离14天，可是这样你就可以你知道不会多花很多住宿费了。那至于这样子的做法对日本来说，我觉得是风险非常非常大。你怎么知道那个国家到底是它的数字到底可不可信？然后就是你虽然说它不严重嘛，可是去一个你知道挂一漏万，你如果整个国家假设只有1万个人确诊好了，那个国家可能1000万人以上，但那个1万人确诊里面一个过去你日本你就完蛋了耶，对不对？这角色我是觉得蛮危险的。但是其实我也好想去看奥运，我其实本来就很想要去买票，但因为我去年刷票的时候都没有刷到，我很想要刷那个田径。如果你要去看那种奥运啦或什么世大运比赛，田径这个项目很棒很划算，你就坐在那个场地，然后你就可以一下看跳高，一下看跑步，一下看跳远。然后我第一次看那个田径的世界型比赛是在台湾2010就是柯文哲那个世大运，然后就是我看到那个是郑兆春他破亚洲纪录 91.07 公尺的那一次，那真的是整个热血沸腾，我人就在现场，超爽的。所以我本来很想要去看奥运的田径，但怎么抽都抽不到，我有请我在日本的朋友抽，自己也有报名抽，但都没办法。好，总之就是我也很想看奥运，然后我甚至去年有一个是我的某一张卡吧，好像是 ANA 就是星空联盟的里程也快到期了，我也换了一张明年2021年5月去日本的机票，不知道去不去得成啦，它可以换啦，但是很希望可以看奥运。好啦，但我还是为日本捏把冷汗，日本加油一点。然后再来韩国，我们一样在亚洲。韩国的话呢，他们目前就是讲到韩国就来讲一下疫苗，大家都应该都知道最近有很多的疫苗的消息，尤其是辉瑞，就是全球应该是最大的药厂之一吧，美国的药厂叫做辉瑞。那辉瑞他们跟一个合作伙伴叫德国的 BioNTech 这一间公司共同创造出了一个所谓的 BNT 疫苗。那这个疫苗呢，经过他们前阵子的临床的实验显示，他们对于 COVID-19 就是新型冠状病毒的防御率有高达 90% 的有效率。好，那他们认为，也就是大家都认为，这一个辉瑞跟 BioNTech 的这个疫苗其实是有效的，而且是目前看起来最令人给人信心的一个疫苗。那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大家就开始在抢破头要去就是抢这个疫苗。那基本上跟大家讲一下，全球现在在测验的疫苗有非常多公司，好，那每一个国家的药厂跟不同的制药公司或者研究公司，他们都有各自的合作。那辉瑞跟这个 BioNTech 其实是其中一组。那这个疫苗出来之后，它会需要进到一个所谓的 COVAX 平台。COVAX 平台我之前有讲过，它是隶属在这个 WHO 下面，他们特别拉出来的一个组织，应该临时组织嘛，不太确定，就是它就是要来分配全球的有效疫苗。好，那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是疫苗的集中所吧，中盘商啊，你这个国家你想要疫苗的话，你就去跟 COVAX 登记，好，我要加入你们这一个协议里面，成为你们的会员。那付多少钱我不确定，然后是不是付越多钱的国家越快获得疫苗我也不确定。总之它里面有一个分配的机制。好，那台湾目前是有想要加入这个 COVAX， 应该是有加入啦，那只是说我们能分配到的疫苗到底是根据什么样的去判断呢？我不确定。好，那总之这个辉瑞跟 BioNTech 这个疫苗呢，应该会最快是会在美国做使用。那至于美国之外有多少人可以买得到，多少国家可以用得到呢？这个还要等他们的宣布。而且其实老实说 90% 这个信心程度够不够我也不知道。那总之现在因为这个疫苗的诞生，那现在很多的传产的股票都涨起来了，比如说我们说石油公司，比如说航空业等等的。那这些传产为什么会涨呢？就是因为大家都觉得有疫苗了，我们的生活应该可以恢复到原本的状态了。那原本那些就是有实业家这认真在有产出商品的啦，然后有原物料的啦，就是这些我们原本平时就会使用的东西，就可以再恢复他们原本的生机、原本的业绩、营业额，所以相关的类股是有涨起来的。好，那回到韩国，我们刚刚说韩国韩国目前已经他们的政府拨了大概1720亿的韩元，初步打算要购买6000万剂的疫苗。那当然人还是不够，希望是可以用这个6000万剂疫苗就是涵盖他们大概 60% 的人口的疫苗供给。那韩国这个是要跟辉瑞谈啦。那其他的国家我们来讲一下，像比如说印度好了，印度也有一间
最大的这个疫苗生产商叫做印度血清研究所他们目前也预计应该是跟别的药厂合作，说会生产1亿剂的疫苗，然后让国内的民众接种。然后像南非也有，南非有一个艾斯平制药公司，那他们就跟另外一个嬌生集团，嬌生对，就是那个宝宝屁股擦那个粉的，就那个嬌生。好，嬌生他们其实也有在做药品。那这一次的疫苗的这个算是什么疫苗之战，疫苗的这个抢先战呢，嬌生也有在这个领先集团里面。那南非这间公司就跟嬌生合作，要产出应该是有到7亿5千万支疫苗，那总共花了大概120亿美元，也就是台币大概3422亿美元。那这个呢，基本上它是不是属于单一个南非国家使用，应该是非洲联盟他们会一起谈一整包，跟这个药厂嬌生谈一整包，然后这7亿多剂就直接运用在整个非洲联盟的成员国里面。那这个是以一个区域性的组织一起来谈疫苗，这个可能比较有效率吧，不确定。好，总之就是现在的疫苗呢，就是大家应该是百家争鸣啦。那到底有没有可能，有哪一支比较有效，或者是哪一支可能会后起直追，不太确定。那台湾这边排不排得到？那我相信我们的政府应该是有在努力，只是我们就是不在 WHO 里面，我们能排到多少也不一定，而且其实我们也没有那么严重。听说就是我们再从这个 COVAX 平台能排到的疫苗，顶多就是200-300支。目前啦，就是政府自己宣布的。那我们虽然编列了5亿元的预算，对，5亿元没错，这5亿元能买到多少呢？会不会其实我们就算捧着钱，人家也不卖给我们，也是有可能。那大家还是要自己你知道强身健体跟戴好口罩。这瓶疫苗就是口罩，好不好？大家请不要外面拍照没有戴口罩。好，那就是疫情的最新消息。好，我们第二段来讲美国大选。因为美国大选接下来就变成另一个所谓的按照惯例就我每个礼拜都要讲新型冠状病毒，然后现在变成每个礼拜都要讲美国大选，这到底歹戏要多捧到什么时候？因为就在我录音时间11月14号美国大选投票后10天，现在呢美国选务会应该还没有正式确定是谁当选，那只是说如果我们透过其他国家的算是这个恭贺，或者是说我们透过美国本身的媒体去做的报道还有正常计票来看，应该是拜登当选了没有错。好，那只是就是因为他们一直没有空所以我们就是继续来看一下旁边的花边新闻那在这一个礼拜，其实比较受台湾人瞩目的呢是蔡英文总统呢，他在 Twitter 上面，他用 retweet 的方式来回复祝贺拜登当选了新的美国总统。好，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就稍微讲一下，他是 retweet 的时候在1月11号吧，就是我们那时候不是选完总统吗？那蔡英文不是连任吗？在当时拜登就有用 Twitter 来恭喜蔡英文当选了台湾的总统。好，这个很重要咯。那蔡英文呢，在拜登的时候，大概媒体都说拜登已经确定当选的时候呢，他就找出了这个1月11号的这个 Twitter， 然后就 retweet 了，然后就写说Now it's my turn to extend congratulations to Joe Biden and Kamala Harris on being elected president and vice president elected。 好，那这就是说他说现在换成是我来恭喜2位担任获选了总统跟副总统吧。可是他很特别，他没有写哪一国的总统跟副总统好，然后呢在这个 Twitter 之后，台湾就有一些人就觉得蔡英文你太快了，你不可以这么快的就祝贺 Joe Biden， 因为万一到时候川普他真的控告成功，他把整个选举的局势翻盘了，那不是很尴尬吗？好，大家就怪罪蔡英文的呢，他说法大概就是你太快选边站，或者是你太快表态，好，有失外交礼仪。那蔡英文真的太快吗？好，这个时候我就要来跟大家讲到底在这一段期间，在蔡英文之前跟之后，有多少的国家领袖也来祝贺 Joe Biden 跟 Kamala Harris。 好，那我们就来看看蔡英文这样子的 Twitter 是不是有失外交礼仪的。好，在我录音时间11月14号，现在下午的5点钟。那这个时候呢，目前已经有多位的国家领导人直接打电话给 Joe Biden 了。那他们在打电话之前呢，有一些是甚至先发了 Twitter 恭喜他，然后再通电话。那我们就一一来讲我想要先讲的是亚洲好了。好，亚洲的话，其实是在日本的新的首相菅义伟，还有这个南韩总统文在寅，他们两个其实在第一时间
都是就是媒体宣布是拜登当选之后，都在将近1天之内就直接发推特恭喜 Joe Biden。好，那发推特之后，他们现在也各自打电话给 Joe Biden 了。那日本首相菅义伟打电话给 Joe Biden 讨论什么呢？当然第一个还要强调的是美日的同盟关系。不要忘记美日他们有所谓的安保条约，就是在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国家在他的领土内遭受到攻击的话，那另外一个国家就要立刻来出军帮忙。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冲绳会有美军驻军在这边。那菅义伟就说我们同盟关系要继续维持啊，然后呢他还特别提到2件事情，就是钓鱼台跟北韩绑架日本人。钓鱼台到底属于谁呢？这一件事情一直以来就是在南韩、日本然后台湾跟中国这4个国家都一直在争钓鱼台的主权。那日本很希望把钓鱼台列为美日安保条约里面的一个保障范围，也就是说如果今天真的在钓鱼台发生了战争，发生了就是军队的对抗的话，那美国愿不愿意帮助日本出兵来帮日本？好，那这是菅义伟他就特别提到这一点。那拜登竟然表明，他说我同意钓鱼台列屿呢是美日安保条约的适用范围。这很重要哦。这一席话一讲出来，你看看中国会不会发火？好，中国应该是有发火的，没有错。然后南韩，你看南韩敢不敢说话？Joe Biden 蛮酷的，他一上任就开始承诺这个。那台湾也看一下台湾怎么反应了，目前还没看到。那除此之外，他也强调就是希望可以解决很多那个北韩绑架日本人的案例。那我觉得菅义伟一提出钓鱼台跟北韩绑架日本人这2个议题的时候，你就可以感觉出来，他的确是蛮追随着安倍他的一些外交的时候算是政策跟方向的。因为这个就是在那时候安倍要辞职的时候，他就说他有3大未了的讲遗愿有点不好听，未了的愿望跟任务，就是其中一个就是北韩绑架日本人。好，那另外一个是日本跟俄罗斯的领土关系啦。所以我觉得菅义伟这样子是蛮厚道的，没有特别去颠覆安倍的什么样子的政策。好，然后再来我们讲南韩总统文在寅。文在寅他呢跟日本差不多，他也是强调了韩美的同盟关系，然后同时呢再一次的跟 Joe Biden 说我们真的很希望实现所谓的朝鲜半岛无核化，还有朝鲜半岛的永久和平。也就是提醒 Joe Biden， 你不要忘记我北边还有一个发了疯的兄弟。好，那这个兄弟你可不可以帮我多多的安抚他，然后帮我保证我们南韩这个朝鲜半岛整个是可以和平的。那 Joe Biden 应该也是回复说我们会努力这样。所以日本跟南韩总统文在寅他们2个打电话给 Joe Biden 都是在讲跟美国的同盟，然后跟国家的安全有关。好，那澳洲总理 Scott Morrison 这个莫里森他也打电话给 Joe Biden。那其实他这个就没什么讲什么特别的了，他就讲说我们记得要来这个遏制 COVID-19 就是新型冠状病毒流行啊，然后我们要应对气候变迁啦，然后还要为全球经济复苏做准备啊等等的，然后还有加强我们的民主。我觉得这一个加强民主这句话就有点一语双关呢，或是语带蹊跷因为我觉得澳洲是蛮反中的。那川普之前也一直觉得就是中国现在在破坏就全世界的民主，所以澳洲的总理来跟美国新的总统讲说我们要来加强民主。我觉得这是一个小小的提醒。那这个另外他还讲说我们要维持一个安全跟繁荣的印度太平洋区域。印太区域在这一次 Joe Biden 上任之后呢，不管是日本、南韩、澳洲还是印度，大家都特别强调这一块。也就是说大家都希望美国你不要忘记我们印太这一大区域的安危。好，中国还是有一点点的威胁性，所以请美国你务必要记得。好，那除了亚洲之外呢，另外我们来看一下欧洲。欧洲的话是英国首相 Boris Johnson 他也打电话给 Joe Biden。那 Boris Johnson 打电话给 Joe Biden 我觉得是蛮值得去了解的，因为大家都知道Boris Johnson 呢，他其实大家都说所谓的英国川普，然后他跟川普的感情真的蛮好的，他们2个就是都疯疯癫癫的，但是也是一个很强、很有韧性、很 tough 的领导人。那在这一次Biden 他确定有当选之后呢，其实 Boris Johnson 他有先发 Twitter 恭喜了 Joe Biden。好，那甚至他在一些记者会上面呢，也特别的用所谓的 previous president 就是前任总统来形容川普。好，所以你看到就即便
连跟川普这么好的 Boris Johnson 他都已经明确的表示说川普你输了，你是前任总统了，那 Joe Biden 上任了，而且还打电话，那我相信就没有其他的国家会觉得会得罪川普了。好，然后在法国总统马克宏，然后德国总理梅克尔他们也都有打电话，那他们是都先发 Twitter 恭喜，然后再打电话给 Joe Biden。好，然后另外有发 Twitter 来祝贺的有没有到通电话我还不确定，我没有查到通电话部分，那我可以一一讲哈。比如说像是印度总理的莫迪，印度总理也算是川普非常非常好的朋友嘛，对不对？他们甚至还一起到了印度的某一个很大型的球场，然后那球场超多川普的这个等身娃娃啦，或者什么川普帽啊、川普面具，这样就是等于川普每次到印度那个总理莫迪都会给他极大的面子。而且其实在川普当美国总统的期间，印度总理莫迪他其实是非常支持川普抗中的，那他在很多的政策也都是在反中，所以我们一定也可以说莫迪是川普之友。那这一位川普之友呢，在 Joe Biden 就当选之后，他也是立刻发了 Twitter 祝贺 Joe Biden 跟贺锦丽，然后他不一样的是，他特别额外发一篇 Twitter 给贺锦丽。为什么？因为贺锦丽她也是有一半的血统是印度裔，贺锦丽她是印度裔跟牙买加裔的，好，所以这个莫迪就写说，你的成功具开创性，是我们全印度裔美国人的巨大光荣好，那所以就是因为有一点点血缘关系沾点光所以就特别发了推特所以你看，连川普之友的莫迪也都发了推特恭喜了。那另外一个川普之友这个友谊可能比莫迪更坚定谁呢？就是以色列的总体纳坦雅胡。纳坦雅胡呢，他也发了一则推特，然后恭喜 Joe Biden， 然后他还写得很亲近他写说Joe Biden我们俩有大概40年的交情了，我知道你是以色列的好朋友，我期待和你一起打造美国跟以色列之间更强韧的盟友关系。有没有？先用这个老交情来拉近距离，然后再给一点的情绪勒索。我知道你会帮我们以色列你要不要延续川普的政策呢？这样子。那纳坦雅胡发完之后，他也算蛮聪明的，他做了什么事？他在发另外一则推特，写什么？他感谢川普，他说感谢川普你向以色列和我展现的友谊那你承认了耶路撒冷跟戈兰高地都是我们以色列的领土，真的非常感谢。那你还帮助我们以色列对抗伊朗，带来了历史性的和平。所以他就是左手和拜登击掌，右手摸川普的头。我觉得纳坦雅胡这个也是蛮高招的。好，那除此之外，沙烏地阿拉伯也是另外一个川普之友嘛，一直都是跟美国很好。那可是他们这一次就比较谨慎，他是隔了一天，比刚刚上述那些国家的总统都还要晚，就用官方的方式，就是恭喜Joe Biden当选。然后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像委内瑞拉，委内瑞拉大家还记不记得他们有2个总统？对，2个总统之争还没有停。现在呢，这个委内瑞拉里面，如果说是正式选出来的总统是马杜罗，好，但是马杜罗的选举其实世界各国或者说西方国家、欧美国家都不太认同，因为他们都说他的选举是舞弊来的。那马杜罗他的个性，不是个性，他的走向是偏共产，有一点点共产，有一点点左派，然后有一点点独裁。好，所以西方国家都不喜欢马杜罗。那在当时，我们想应该是2019年1月的时候，有另外一个人，就是他们的委内瑞拉的议长瓜伊多站出来说要反抗马杜罗，然后自己宣布担任临时总统。好，在那个时候就开始委内瑞拉就有2个总统之争。那所以我们应该回顾一下，就是美国啦、欧美啦都支持瓜伊多，然后这个其他像中国、古巴、俄罗斯都支持马杜罗。那在这个Joe Biden当选之后呢，马杜罗就立刻恭喜Joe Biden，然后还说什么？他说川普这个总统留下了很多烂摊子，好，那希望Joe Biden可以好好的把事情做好这样。那他指的就是川普都挺瓜伊多，然后在挺瓜伊多的时候呢，对于委内瑞拉去实施所谓的石油禁运还有金融制裁，造成委内瑞拉现在整个民不聊生。当然了，民不聊生一定不是，我相信美国的制裁占非常小数，马杜罗本身的执政管理就有很大的问题，这是一定的。你知道委内瑞拉是全世界石油蕴含量最多的国家吗？但它的开采量却非常的少，好，而且就算它躺在石油上面，整个国家都躺着石油赚，它还赚不赢沙烏地阿拉伯。好，你就知道这个政府应该是没有很有效率的。那所以瓜伊多也才可以顺利的起义，但是现在瓜伊多是
流浪在外的啦。所以你说嘛，瓜伊多他是真正的总统吗？其实你也很难这样说得过去。那瓜伊多也有祝贺 Joe Biden， 那他也没什么好说的啦，就是说恭喜 Joe Biden 啊，那就是现在我们的这个委内瑞拉还希望这个西方国家多多支持这样。就这样。然后还有一个蛮特别的是梵蒂冈我们之前就有介绍过，他们现在的教宗叫做方济各嘛。那为什么方济各要特别打电话给 Joe Biden 呢？因为 Joe Biden 是200多年以来第2位信仰天主教的总统。所以其实我们都以为美国人很信天主教，其实没有那么多。好，那这个 Joe Biden 呢是第2位，那他上一位是谁呢？就是60年前的甘乃迪。好，所以可能就是有这个人不亲土亲人不亲宗教亲，因为 Joe Biden 信任天主教，所以方济各就特别打电话给 Joe Biden 祝贺他当选。好，然后另外还有谁最后来我们来讲一下，在讲蔡英文这个之外呢，我们先讲一下中国。对，讲了这么多，到中国他到底什么时候祝贺 Joe Biden 的？基本上是美国大选后，应该说是拜登确定当选之后的6天，中国才在这个记者会上面呢，透过媒体询问的方式，才被动的表示对 Joe Biden 的祝贺。好，基本上那个时候是一个媒体吧，他就说现在各国已经有好多领袖都在恭喜 Joe Biden 了，那我们国家有什么表态呢？好，那他们的发言人汪文斌就是新的发言人就是他就等到媒体问了他才说，他说我们中国呢一直在关注美国和国内这个国际社会的这个美国总统选举的反应，然后他说陆方尊重美国人民的选择，向拜登先生和贺锦丽女士表示祝贺。同时呢我们会理解美国大选的结果会按照美国的法律和程序做出决定。就是中规中矩。那你说他诚心祝贺吗？听起来不像听起来就是有一种我们尊重美国人民啦我们也相信你们没有做票那我们就是恭喜你啦这样。蛮不情愿的，而且习近平根本没有讲任何一句话。好，人家都是各国总理各国总统，习近平你就是不讲。好，所以中国算推到蛮后面才发出这个声明的。那我是觉得有趣啦，就是中国他一直都说各国不要干预他们内政，他其实在外交上面也还蛮坚持这件事情。他就说我记得在第一次有媒体询问中国，那时候Joe Biden还没有确定当选，然后中国的这个外交部发言人他就说我们不太干预美国的内政，美国那个选举到底有没有舞弊，这是他们的事情。好，我觉得至少他态度蛮一致的那只是就是我觉得这个一致呢不见得是好，但是就是好，你既然说别人都不要干预你的内政，那你也没有干预人家内政，好像还行。不像台湾最近真的是好多人很在意美国总统到底有多舞弊比美国人可能各自都还要在意，蛮特别的。好啦，那我们最后拉回来讲蔡英文。基本上回到蔡英文他这个 Twitter 首先我觉得他是一个很聪明的做法，就是他没有独特单独发，他拉回1月11号那个 Twitter 来发。为什么？我相信他有一个用意，是他要提醒 Joe Biden 是当初你是恭喜我成为台湾的总统，所以不要忘记了，在这样子言下之意是你认为我是一个有独立主权的一个领导人。好，然后第二是希望你记得当时你这样祝贺我，然后你的那个立场是什么，然后希望台湾跟美国的关系不会因为你上任之后而有所影响。好，所以我觉得蔡英文用这样 retweet 的方式很蛮聪明的。然后还有在蔡英文 Twitter 他发完之后没多久，由我们的台湾外交部也在发了一个 Twitter， 那是那个吴钊燮他的身份去表态的。他就说反而是感谢川普在这几年来这4年来对于台湾的帮助，然后他帮台湾所打造的是我们人民不朽的遗产，他大概是这样子讲的。好，所以有点像那个纳坦雅胡，就是以色列那一个他不是左手还跟拜登祝贺，右手又感谢川普嘛？那台湾也是这么做，那台湾只是用不同的角色去表达不同的祝贺跟感谢。好，所以我觉得整体而言，蔡英文的这个做法没有不妥。那蔡英文他发表的时间是在菅义伟还有文在寅他们好像还有纽西兰总理吧。好，在这几个这个国家领导人之后，然后在马克宏跟梅克尔之前，所以蔡英文不是第一个祝贺 Joe Biden 的，他也没有到很晚祝贺，所以时间也拿捏的还不错，中规中矩的。那整体而言，我相信这一个目前的外交操作其实是我觉得可圈可点。然后就算之后川普假设他真的
在这个法律诉讼上面赢得了选举，重新翻盘了，他又连任了，就算是这样子，也不会有失礼貌，他重新再祝贺一次川普，这个没有问题的。好，那只是我们现在就还等蔡英文什么时候可以打电话跟Joe Biden通电话，因为通电话这个动作是比发 Twitter 单向的祝贺更有效的、更有力道的。那你想想看，当时好像是川普一当选之后，蔡英文就立刻打电话给川普，然后川普还说我跟这个台湾总统通过电话，那个力道之强烈，中国之反对的。好，相信我也希望这一次这个蔡英文可以再跟Joe Biden通话电话，那我想那应该会是外交上更大的一个加分。接下来就是我们这礼拜的历史时间，我们这礼拜要讲哪个国家历史呢？我们讲伊索比亚。伊索比亚在最近11月初开始呢，怎么会在他们的北边提格雷州这个地方好像发生内战咯。目前是你可以先定调为内乱，还没有到战争，可是再这样发展下去，或许就会演变成内战了。好，他的内战的对象是谁呢？就是伊索比亚政府。那他的领导人总理叫做阿比阿曼德，好，是敏迪我非常喜欢的一个领导人，等一下我会解释一下。然后对抗的是谁呢？跟政府对抗的就是提格雷人的武装军队。好，那他的名字全名叫做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那我们接下来都会叫他提人阵这个简写这样。好，那目前我们就先知道这个状况，就是他们两个正在对抗，而且是荷枪实弹的武力对抗。那我们接下来就讲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情。好，你现在打开你的手机，开一下 Google Map， 搜寻一下伊索比亚。好，你还记不记得伊索比亚长在哪里呢？它在非洲东边的算是内陆国家。好，我们应该都记得非洲有一个所谓的非洲之角嘛，就是东非有一个尖尖凸出来的地方。那这个非洲之角呢，它是由多个国家组成的，多个沿海国家加上伊索比亚。好，那伊索比亚呢，它其实是非洲人口第2多的国家，而且它的土地面积很大一块。那当土地面积很大一块的时候，你就要知道它里面一定有不同的民族，而且我想整个而言，你可以去想象非洲的国家大部分每一个国家里面都有包含着多个民族，所以大部分我们听到非洲有一些动乱的时候，你可以第一时间朝向所谓的民族对抗去想，就是这个民族不爽那个民族，这个部落不爽那个部落这样。好，那伊索比亚就是它因为民族很多，然后土地面积很广，所以它就跟美国一样采联邦制。那它有9个州，那每个州里面呢也有不同的民族和文化。好，所以我们这一次来看提格雷人跟阿比的对抗，其实就是一种民族对抗。我们先讲一下伊索比亚，如果说前3大族群的话呢，分别是第一，奥罗莫人 Oromo。 奥罗莫人呢，他大概占伊索比亚35% 左右。那他现在总理阿比阿曼德就是这个奥罗莫人的当时的领袖。好，那第2大群人是阿姆哈拉人，那他大概占的少一点点，大概 27%。第3族群呢，其实就是提格雷人。那提格雷人其实占的比例就少很多了，骤减到只有 7%。所以前3大族群呢，你可以知道奥罗莫人真的占的非常非常多。那可是这个我们你知道历史都会疯狂的相似那它就跟叙利亚一样，叙利亚明明就是逊尼派的人比较少，但他却统治了整个叙利亚，所以造成了现在阿萨德政府就是跟其他国家都不合这样。好，那总之就是明明就是比例比较低的提格雷人呢，却在早期的时候领导着统治着整个伊索比亚。好，那早期大概是1990年代左右。那这时候呢，我们刚刚提到所谓的提人阵它就出来了。好，提人阵呢，就是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呢，它大概是在1970几年的时候诞生的。当时他是想要推翻当时的领导人。那他们呢，因为提格雷人他在整个伊索比亚的北边，最北边，跟那个他的邻国厄立垂亚的这个边界是连在一起的。好，那提格雷人因为你知道他如果长期待在北边那你先知道一个小小的前提，就是伊索比亚长期跟他北边的国家厄立垂亚不和。好，不是不熟而已是不和，会打起来的那一种。那这个故事又很久了，这个我们就今天先不讲了。总之就是因为这样，所以黏在伊索比亚跟厄立垂亚中间的这个提格雷人呢，整个骁勇善战。他们有非常精锐的武装军，然后很不好惹。那这个提格雷人呢，在这个提格雷州里面呢，就占大多数嘛。好，那当时这个提格雷他就是领导着这个伊索比亚，然后他领导的时间大概是在1990到2012年，所以很近代了。那个时候的这个领袖叫做梅莱斯。那梅莱斯呢，他常年都很独裁，他是提格雷人很独裁，然后而且他领导的
伊索比亚呢，基本上啦，就是所有的权力核心都在提格雷人手上，那其他的族群通通吃土，通通管不到，你也进不了政治核心这样。那直到2012年，梅莱斯过世了，就是一个独裁者的倒下，那开始就有点动乱了哈。那所以伊索比亚中间又乱了6年左右，终于在2018年，很近，前年而已。2018年由当时的奥罗莫的领袖，也就是现在的阿比阿曼德接掌政权，担任伊索比亚总理。也就是说，整个伊索比亚它直到2018年才转由最大的族群奥罗莫族来领导，在那之前全部都提格雷。好，那阿比阿曼德上任之后呢，他有别于梅莱斯的独裁，他一上任，哇，有点像是你知道，你可以把它当成伊索比亚李登辉，好，立刻推翻过去的独裁，开放民主。好，那基本上呢，掌权之后，把伊索比亚统治的非常的好，各个层面都有顾到。经济方面呢，他大兴土木，然后他吸引外资，开放让外资进来这个发展投资伊索比亚，然后甚至呢，他把伊索比亚打造成东非的一个经济典范。那民主方面他还做更多事情，他做什么？他说他开放党禁，甚至呢他还邀请当时因为梅莱斯他这个执政很独裁嘛，所以有很多的人是流亡在海外的政治人物，他邀请这些反对党回来，然后一起说，那我们这个你也可以组你的政党，那我也有我的政党，那我们一起共同治理这个国家好不好？放下过去的干戈这样。这个真的是有大爱齁。那外交方面他也做得很好，我们刚刚不是说伊索比亚跟厄立垂亚这个常年不和吗？他竟然在他的任期一上任就立刻跟厄立垂亚和解。好，然后他这个和解甚至让他得了2019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好，他赢得了那个How dare you How dare you 的那个 Greta Thunberg， 好，赢得了当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好，所以其实你知道，你整个环起来，就是把他整个政策外交状态打包起来看，他就是一个零死角的巨星，怎么那么会统治国家呢？但是有一组人就不开心啦，眼红啦，当然就是北边的提人镇了。因为你看嘛，当时是阿比他所代表的就是长期被边缘化但是是最大族群的奥罗莫。那当奥罗莫起来之后，过去的统治精英但现在被夺权的提格雷人就很不爽了，就觉得完了，会不会换我们吃土，有点不开心。那如果阿比做的越好呢，这个提格雷人就越不爽，那他们很想要回到统治核心嘛，所以很想要继续参政。那他其实本来有机会的，为什么？因为阿比呢，他本来在今年8月的时候，去年12月就开始说要筹组一个所谓的繁荣党。这个党要干嘛呢？他是希望把所有的党都团结起来，好，总共有8个政党要来加入这一个繁荣党，有一种像是执政大联盟的感觉。那他这么做呢，其实就想要说，为今年其实2020年的8月呢，伊索比亚本来要举行一个选举，那这个选举其实算是梅莱斯过世之后的一个最正规的民主投票选举。那他想要说，这个选举这样子，大家就可以在野党就可以团结力量然后就可以一起投票选举等等的。好，那本来提人镇有受邀，但他们不要加入这个繁荣党。他说我才不要跟其他政党组在一起，是你自己说不要的人家有邀你那现在呢就变成是提人镇就觉得他被排挤，然后这个他也想要回到权力核心，他觉得他如果跟其他人走在一起，他就是个小咖而已这样。好，总之时间就快转到了最近大概在今年8月6月多之后呢，就是本来要8月再举行选举的嘛，可是因为疫情的关系，然后再加上伊索比亚里面有点动荡所以阿比他就觉得说好啦，那我们延迟这场选举到2021年好了，因为疫情有点危险嘛。结果殊不知这个宣布延期之后，提格雷就不爽了，然后他们就觉得不行，你这样子擅自的没收选举你这毁坏宪政，你不给我们人民从政的机会。然后提人镇就自己在他的提格雷州举行了选举，他们自办选举，然后还组织了各地的武装组织，然后说大家一起来叛变，我们要来推翻这个阿比所领导的政府武装起义对，就这样，就提格雷人他们自己办了选举，然后就有点像一定要跟中央做对抗了。那当然阿比也不是吃素的所以他绝对不会放任这个提格雷人自立为王嘛。所以在11月4号的时候，他发现提格雷已经开始武装起来了，要起义了，他就颁布了国家紧急状态。然后政府就立刻的暂停了提格雷州跟其他州的交通路线，然后还切断了电话跟网络，
然后甚至我想做最扯的是，他连银行都已经封锁，他说他这个其他州的银行都不可以转账到提格雷州的银行，很酷也可以这样操作，直接断了这个州的生计。好，然后呢，同一时间他就命令政府军挥军北上，要来平定提格雷人的这个武装起义。好，那因为现在都没有网络，所以我们也不知道提格雷州到底是什么状况哈，只是说中央政府他们就有传来那个消息，他说作战好激烈啊，很多人伤亡。好，那只是到底确切状况如何不确定，死伤多少人不确定。那目前我们还不知道提格雷州状况是怎么样，好，所以新闻也只能先讲到这里，历史也只能先讲到这里。好，那只是这个新闻我们现在可以观察什么事情？好，我们可以观察邻近国家的反应，还有就是其他背后老大哥的反应。我们一直刚刚讲到非洲之角，为什么它有一个特别名字？当然就是因为它是全球最重要的战略地点之一，它的位置太好了，所以它打包起来有一个特别的名称。那它的非洲之角的右上方，也就是伊索比亚的这个穿过去的那个国家呢，有一个叫做吉布提。好，吉布提我很常讲它叫做非洲的新加坡。美国跟中国呢都在吉布提它设有军事基地所以吉布提这个沿海的港口只要掌握起来了，哇，那你在这个波斯湾，在这个港湾的地方，石油的道路上，你就可以拦截起来。好，那这个非洲之角它的安全、它的安危遭受到什么样子的内乱所影响呢？这想应该是美国跟中国都会很在意的一个点。那再来我们再看伊索比亚的政府军还有提人镇，基本上呢都是非洲非常精良的军队。你就想想看这个最精锐的两支部队在最重要的战略地点打起来，这还不吓死人啊？所以呢，这个位于伊索比亚北边的苏丹呢就说我很怕呀，这个打起来会打到我这边来怎么办？所以他就暂时的先把伊索比亚相连的这个部分边境先关起来了。好，所以这个邻国的动作你就可以看一下谁想帮忙谁想躲避哈。然后厄立垂亚它目前倒还没有消息哈。厄立垂亚就是我刚刚说的嘛，在提格雷的北边，那既然它离提格雷州这么近，然后它过去也跟阿比现在有和解嘛，所以应该关系也变好了。可是他现在都没有任何动作的情况下，到底厄立垂亚有没有需要南下帮忙？帮忙谁？好，这个也是可以观察的。然后我觉得刚刚讲的苏丹有一个很特别，就是你观察一下这个伊索比亚的总理阿比阿曼德跟苏丹现在的文人总理是谁呢？哈姆杜克。好，他们都是上任不到3年的新的国家领袖，而且苏丹这一个哈姆杜克他还是临时过渡政府的总理好，所以两个新的领袖他们都走所谓的和平路线，那现在却面临着一个这么不和平的状态下，我想大家可以观察他们怎么去安排，怎么去做应对。好，然后再来我们会再看一下像吉布提啦，然后跟埃及等等的会不会有什么动作，以及驻军在吉布提的美国跟中国会不会又以世界警察的姿态然后来介入这一场内乱。好，我想都很值得观察。然后最后我觉得大家可以留一个伏笔嘛，或是观察重点，就是得了诺贝尔和平奖的这个阿比阿曼德有没有可能就是像缅甸的翁山书记一样，面对到国内的不同民族的时候，那个和平奖的奖好像就可以收回了呢？他会不会变成翁山书记 2.0？ 好，我觉得这个是很值得观察。但我个人蛮喜欢阿比阿曼德的，我觉得他做的都还蛮好的。而且你知道他其实在今年一度就是从政变之中算是死里逃生嘛。他在6月25号的时候有一个将军是要就是刺杀他的，但是他很聪明的立刻反过来逮捕了，好像当场有击毙这个将军。所以阿比他不是笨蛋，然后他也不是这个只是求和平的一个绥靖政策的人，没有，他应该是有他的手段跟策略，但是他对于提格雷人这样子的武装起义，他到底要怎么做？他是要杀死人，还是他是要像这个缅甸这个翁山书记对抗罗兴亚人那样子呢？还是他是可以用和谈的方式呢？这个都是我们值得观察的。好，期待阿比阿曼德有他的一个好的作为解决这个问题。以下内容由大块文化赞助播出。大块文化出了一本新书，叫做《全球化的过去与未来》。那我想要花比较多的时间来介绍这本书。我们大概都知道全球化是什么意思，但我们不见得知道这个地球如何走向全球化的。那作者 Jeffrey Sachs 他就带着我们从7万年前开始看起先认识全球化的地理条件，然后一步一步的走向现代。
作者他把全球化的进程分成7个阶段，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马背时代、古典时代、海洋时代跟工业时代，到现在我们所处的数位时代。而这7个阶段呢，就是这本书的大纲。所以呢，我看完之后，我直接做个总结哈。我觉得这一本书它应该可以直接被称为抢救高中历史地理大作战。我在讲不夸张，我觉得爸妈或老师可以直接买这本书给即将要考大学的孩子看了，一本直接搞定世界地理还有历史脉络，而且它是很直接融会贯通的，不像我们学校的教科书都是一册一册的。再加上呢，他最后有讲到数位时代的全球化有什么样的困境，包含媒体啦、社群啊，然后还有他有提到我们最近最常想到的就是联合国的重组。敏迪我之前应该有讲过，就现在联合国的架构基本上是过去二战时候的架构，所以你那5个常任理事国放到现代来看都还蛮不合理的。那他有提到这一点，那这些都是指考很爱考的题目，也很适合考生或是想要直接一本书就读完历史地理的人。好了，那以上是我看完的心得。那我下面他有个出版商还是有想要我念的东西，那我就直接念完，那就推荐给大家这本书。全球化的便利却产生出许多问题，全球暖化、生物多样性消失、贫富不均、战争危机。面对新型冠状病毒的后疫情时代，我们该如何迈出下一步呢？经济发展权威专家杰弗瑞·萨克斯长期观察全球化的发展，今年出版《全球化的过去与未来》，当中分析人类过去7万年的历史中每一个时代的演变与困境，也针对永续发展提供精辟的见解。本书对于夹击于强权竞逐下的台湾该如何面对世界局势也深具启发。好，接下来我们快速讲一下3个消息，短讯连发。第一个，我当然一定要来讲一下美台经济对话了，这个很棒耶，就是美国国务卿 Pompeo 他在11月11号双11的时候送上台湾一个大礼。他说台湾跟美国即将在11月20号呢在美国举行所谓的美台经济对话。好，那对话的方式是实体加视讯，什么概念？就是我们会派人实体的飞到美国，然后呢，除了这个主场呢是由我们的经济部次长陈正奇跟美国的国务次卿克拉克以外，其他的部长级的人呢，就是用视讯的方式讨论一些小细节。好，那其实这一次就有点像之前克拉克来台湾的之后我们的回访，礼貌性回访。那因为之前克拉克来台湾其实没有谈太多的美台的经济贸易，所以大家可以期待这一次11月20号这个陈正奇过去之后，或许可以对美台的贸易协定多谈一些内容。好，那个陈正奇是谁呢？就是我们之前有一张迷因梗图，那个蔡英文要握手，不对，柯文哲要握手蔡英文，然后陈正奇就在中间，那个眼神这样飘，然后很尴尬，拍摄者不救，就是这个是陈正奇。那最近他的这个镜头是蛮多，我觉得蛮好的。好，那这个无论如何这个消息到底它能为台湾跟美国的关系拉近多少的距离，或是我们真的能去签订相关的条约吗？这个还是未知数，还不明朗。但我觉得只要人过去，而且是官方的拜访，对台湾来说都是一个利多。好，那现在美国总统到底是谁的，还有一点点的变数的情况下，所以我们如果可以在变动之前赶快跟美国签一个什么蛮好的协定先把关系签起来，把一些外交成果拿到手，白纸黑字写下来，那这样子就算后面到底是川普还是Joe Biden，我们都至少有一份协定放在那边不会变动。好，那蓬佩奥他有强调这一次美台的经济对话呢会着重在 5G 健康网络，然后公共卫生安全供应链的议题。那这些其实都是我们在疫情期间台湾做得特别好的，比如说 5G 我倒是觉得还好，但是像那个公共卫生这台湾你知道好榜样乖宝宝，然后安全供应链一定在讲这个半导体，然后就是尤其是可能台积电或许也会在占有一席之地，视讯的会议里说不定会有台积电的代表，然后跟我相信这个晶片，然后华为 5G 等等相关的供应链都会在里面做讨论。好，然后蓬佩奥还顺便提醒，就是称赞台湾是一个民主优秀政体，很可靠的伙伴。我就觉得蓬佩奥你真是会讲话呢。而且在这一个新闻之后，也就是我录音时间的前一天，这个蓬佩奥他甚至还说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好，那这个消息我留到下一周再认真的再说明一下。觉得蓬佩奥很酷他最近散弹枪连发那每一个都
帮台湾打到中国一下子这样。那到底为什么蓬佩奥要做这么多事情？然后跟关于如果美国总统换了之后，蓬佩奥他这个人，他在美国的政治的圈子里面，他有没有别的出路？其实都还可以观察所以现在蓬佩奥他这么积极的展现出对台湾的支持，我想不管怎么样都是好事啦。好，然后不过这边要提醒一下台湾上次那克拉克来台湾，那是美国官员飞来台湾，所以当时美国舰队啦，然后美国人都很注意这个国防也帮台湾保护一下。但是这一次是台湾人飞到美国所以可以想见11月20号的时候应该是会有一些中国的战机来台湾绕一绕啦巡水天啦，所以台湾人我们的心理素质就强壮一点好，然后第二个消息是立陶宛。好，为什么要讲一个这么远的欧洲国家呢？而且是小消息但是因为人家提到我们台湾的啦，所以我要特别讲一下。最近是这样，就是这个我们所知道立陶宛呢，就是波罗的海三小国其实没有小啦，它就是波罗的海的三国之一。那他们在10月25号的时候刚举行完大选。那这一次因为整个波罗的海的它的这个不是整个立陶宛它都没有政党过半，没有单一的政党过半，所以它就要组成一个执政联盟就是各个政党组在一起，然后共同治理立陶宛。好，那这个执政联盟刚组成而已就立刻要求政府要执行什么？执行所谓的以价值观为基础的外交政策。这什么意思？就是立陶宛会要求说比如说我们要跟价值观相近的国家当朋友啦，然后我们要谴责跟我们价值观相反的国家啦等等的我觉得这个就跟之前那个加拿大总理杜鲁道他不是有谴责中国人绑架他们2个加拿大人吗？然后跟要说什么只要你可以把释放孟晚舟，我就把你这个人放掉那当时的那个杜鲁道他就说我们是不会用这个加拿大人换孟晚舟的，因为这样有违加拿大的价值观，有违我们的司法独立我觉得立陶宛这个所谓的价值观的外交大概是这个概念。那立陶宛价值观是什么呢？就是他们这个新政府就在11月9号的时候特别说，他说我们将积极反对任何侵犯人权和民主自由的行为，而且我们将会捍卫从白俄罗斯到台湾全球各地争取自由的人士。是一个爱好民主自由的好朋友呢对，所以立陶宛他其实这一段话我相信最主要是在讲白俄罗斯，因为白俄罗斯现在还在针对卢卡申科他的非法当选违法当选来就是争取人权那白俄罗斯人民还在抗议中，那这个卢卡申科也还没有要下台的意思。那总之这一段话应该是讲白俄罗斯为主，但为什么提到台湾我也不确定说不定是因为梁静茹给立陶宛勇气因为你知道他如果不讲台湾没有差，你知道吗？台湾人已经习惯当边缘人了。那主要呢还是很感谢立陶宛这特别的提到台湾，然后讲述了台湾这个民主自由然后我相信他这样讲这段话的过程中一定是在暗指着是中国在侵犯我们的人权嘛。好，所以还是感谢他们啦。然后台湾其实临时被 Q 到外交部也是蛮快就有反应的，他就发了一个诚挚的感谢信，就说对，这个台湾跟立陶宛呢是理念相近的伙伴，所以我们会持续推动双边关系的。好，所以这个我觉得蛮有趣，大家有时候可以去逛一下外交部的网站有时候新闻媒体没报的外交部网站都看得到，就是哪个国家讲到我们，哪个国家又感谢我们的，我们都有互动这样。好，那最后一个小新闻我们就讲一下悬荡已久的 RCEP 什么大家记得吗？就是东协在谈的那个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它整个是囊括了东协、大洋洲跟东亚的，有点像印太之间的区域协定。那这个 RCEP 呢，它如果谈成的话它就是目前为止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但它为什么还没有谈成呢？它谈了8年都还没有签呢？因为就是中国跟印度一直都瞧不拢。其实主要是印度在不爽啦，印度就觉得说如果我签了这个区域贸易协定的话，那我们的这个印度的门户就会洞开，然后让中国的低价商品就冲进来，然后破坏我们印度人的生计所以呢，其实印度一直以来在东协的会议里面都说我们没有想要签，或是我们没有谈妥的情况下，印度是不会签 RCEP 的。然后印度今年7月的时候，这个总理莫迪甚至宣布什么？他说拒绝加入任何有中国在内的贸易协定。这话说很重好，那这个宣布我相信应该就是包含 RCEP 为主的去年其实印度就已经在东协上面讲过，他说这个 RCEP 呢有中国就没有印度所以接下来在我们录音时间的当下，
基本上现在的东协峰会是正在举行的。那这一次的峰会上，大家都在想RCEP 可能会签了，东协的各国再加上日本，它这次应该是东协10+3，那个3是日本、韩国跟中国哈。东协10+3可能在这一次就会签订 RCEP， 那他们已经等不及，他们不想要再等印度在那边扭捏了，所以我们想在这一次大概下个礼拜开始就会听到有一个这个自由贸易协定诞生了，那只是它少了印度，它的规模可能就少很多。那除了这个日本的那个官房长他也说他说菅义伟这一次也会出席这次的东协的协议。那我想其实菅义伟这一次这个日本首相呢，他一上任之后其实动作蛮多的，然后很积极他除了要参加这个东协的这个高峰会以外，他还在上任之后就立刻拜访了越南和印尼，整个往东南亚走，日本也来走一个新南向运动那基本上呢，他是想要让日本在东南亚有更多的合作伙伴。然后他其实也一直在为 CPTPP 另外一个协定在游走各国所以我想这个东协峰会是我们可以观察菅义伟在大型的国家领导人见面会议上面一个很好的练习场合。好啦，那这个3个新闻就讲到这边，还有一段接下来这一则呢，我们算是比较沉重一点就是我们要来讲亚美尼亚跟亚塞拜然的后续。好，你还记不记得10月5号那一集节目里面我有讲他们2个国家打起来了，然后打得不可开交，然后背后各自有俄罗斯跟土耳其做撑腰嘛。那我们这一集就来讲一下结局是怎么样。是的，应该已经是结局了，不太会有新的发展。那所以我们今天就先稍微复习一下这个新闻，然后卖个关子，之后再来跟你讲这个后半段，再来跟你讲到底结局是什么。好，还记不记得亚美尼亚跟亚塞拜然他们在哪里呢？他们在里海跟黑海的中间如果忘记的请去看我的文章或者是开 Google Map。亚美尼亚呢，它在左边亚塞拜然在右边，他们2个相邻着。那他们的各自的领土里面呢，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都有一块飞地。好，那在亚塞拜然中间有一块叫做纳卡区域，他们这一次就是在这个纳卡区域打了起来。纳卡区域它的全名是什么呢？有点长叫纳戈尔诺卡拉巴赫争议地区。好，那所以后来呢，就是我们就直接简称叫做纳卡区域。那纳卡区域它是长在亚塞拜然的领土里面，可是里面都住着亚美尼亚人，所以里面呢就是现况来说虽然是名义上就是国际间承认它是亚塞拜然的自治土地，这是共和国里面的一个自治区，但实际上是亚美尼亚人统治。好，那在亚美尼亚它其实统治的过程之中呢，偷偷的在1994年在这一块地里面成立了一个纳卡共和国。可是这个共和国呢，就全世界大概只有亚美尼亚承认而已，其他全世界国家都不承认这个共和国有在存在，然后都还是认为它是亚塞拜然的领土。好，就在1个多月前9月27号的时候，纳卡里面的亚美尼亚的武装军突然间和亚塞拜然政府军打了起来。那到底是谁攻击谁的？各说各话，到现在都还没有明确答案。总之就是双方意见不合，拔刀就砍，而且他们砍是真枪实弹就是坦克啦、战机啊、飞弹啊，通通都来狂打。好，那自己打的还不够还赶快呼吁背后的老大哥打。那他们分别背后是谁呢？亚美尼亚的背后是俄罗斯，亚塞拜然的背后是土耳其。你怎么记呢？你只要记得亚塞拜然它是伊斯兰教的国家，所以它背后就是伊斯兰教的土耳其。那亚美尼亚就反过来，它就是俄罗斯了。好，那这2个老大哥呢，态度蛮不一样的。俄罗斯就一直跟这个他们2个双亚国家说，不要打，不要打，大家以和为贵，好不好？但是土耳其的 Erdogan 他就一直说，大家打，拼命打，猛的打。而且不止你们打，我还要派我放在叙利亚的那个1000个雇佣军团，我过去帮你们打。就这样，就是在一个土耳其想打，俄罗斯不想打的情况下，纳卡区域就发生了激战。那世界各国呢，包含欧洲有个所谓的明斯克小组也加入调停。好，那我们的复习就讲到这边，接下来我们就要讲到底打的结果如何。好，我们时间快转到11月10号，就是1个多月，大概六周之后。这个6周之间呢，亚美尼亚、亚塞拜然打的可浴血奋战，超过了5000人阵亡。你知道现代战争里面有这么多人死亡的这个双方国家战争其实蛮少的了，大部分都是在内战。那所以这个5000多人的阵亡其实是蛮激烈的一个战争。那在这样的一个结果之后，亚美尼亚的总理帕西米扬他就宣布他接受了亚塞拜然的停火条件。接受停火条件咯。那
听起来，你们听听看这个条件谁比较吃亏。好，基本上协议内容只有3个重点。第一，从11月10号清晨1点，也就是台湾时间清晨5点开始，双方全面停火。这个看听起来还 OK 吗？第二，亚美尼亚撤离所有在纳卡区域的军队。谁比较吃香呢？第三，俄罗斯跟土耳其派出联合维和部队，暂时掌管纳卡区域5年，直到纳卡区域恢复地方自治。OK， 好，所以你应该可以从第二点听得出来，谁吃亏？这一个协议是亚美尼亚吃亏，而且它基本上它是一个，你可以说是个割地赔款的辱国条约。好，就是因为那个区本来就是亚美尼亚人在里面的，可是这个协议却逼着亚美尼亚人放弃这一块土地，从这个纳卡区域撤兵。好，所以你看，原先就在纳卡区域好好的这个纳卡共和国，虽然没人承认，可是你至少还可以活着。可是突然间不知道谁先开火，就来个小型战争，然后死了5000多人，然后现在这个连地都不保，就是赔了夫人又折兵。那问题是亚美尼亚怎么会输？怎么会签下这种协议呢？主要还是因为他背后的俄罗斯不帮他。我刚刚说过嘛，就是比起比较积极参战的土耳其，俄罗斯就是一个以和为贵，而且他本来应该要横挺亚美尼亚的，但他却不想弄脏手，一直调和。为什么俄罗斯应该要横挺亚美尼亚呢？因为俄罗斯跟亚美尼亚他们是有签订所谓的共同防御条约的，就跟那个美日安保一样，就是如果亚塞拜然攻击亚美尼亚的话，俄罗斯你就必须要出兵相救，来救亚美尼亚。可是这一次这个战争呢，普丁却说什么？他说没有啊，那个纳卡区域本来就是亚塞拜然的领土了啊，那你自己跑去打亚塞拜然的，我不在我们的军事协定的范围里面了，所以我没有办法支持你，不好意思哦。那所以他只能调停，他没有要派兵的意思。可是你想想看对于普丁而言，他应该也要知道啊，如果纳卡区域轮到了亚塞拜然手里，而且亚塞拜然背后又是土耳其支持的话，那等于是你让土耳其坐享其成。普丁你会愿意这件事情发生吗？好，我想我们都知道普丁不笨，普丁很聪明，那他为什么会放任亚美尼亚输给亚塞拜然跟土耳其呢？基本上他已经都想好了，这一份的停火协议说实在的，它不是亚塞拜然跟亚美尼亚的双方协议，它是一份3国的条约。这3国哪3国呢？亚美尼亚、亚塞拜然和俄罗斯。好，所以在这个停火协议里面，其实俄罗斯是有一个角色，他是在里面有参与的。他基本上他就从事主变公卿，华丽转身，主导了这个停火的这个谈判。那他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他把自己直接加到停火协议中。我刚刚不是有说吗？条件3是什么？就是停火后，纳卡区域呢，它的名义上还给亚塞拜然，只是因为里面住的还是亚美尼亚人嘛，那所以他不太可能亚塞拜然直接的纳入他们的这个国家领导里面。好，他还是要让纳卡地区恢复自治才行，不能过度的干预亚美尼亚人。但是经过战火摧残之后，基本上啦，纳卡区域应该是没有能力自己成立一个自治区的政府，所以俄罗斯在这个停火协议里面就跳出来了，就是笑笑的说不用担心啦，好不好？纳卡区域我俄罗斯来帮你。所以没有错，在第3个条件里面他写到说，停火之后，纳卡区域将会有俄罗斯军队进驻，这个军队大概2000人，以维和部队的名义来掌控纳卡区域至少5年的时间。所以你知道吗？俄罗斯大概等于做了什么事？他等于是放弃了亚美尼亚，而换来一整块对于纳卡的掌控。那他这有2个好处，第一个，他可以名正言顺的驻军在亚塞拜然的中心，因为纳卡区域在亚塞拜然的算是就是中央的地方。第二是他也可以先发制人，他就不让土耳其有机可乘，他不让亚塞拜然里面只有土耳其的势力，没有，俄罗斯也想要势力在亚塞拜然里面。好，所以我觉得这个普丁其实这一招是蛮厉害的，然后你也可以看得出来，你当其他国家的代理人，或是你当其他国家的棋子，其实就会这样子，你有一天可能就会被抛弃掉。所以我相信这一场仗呢，最惨的是谁？最惨的就是亚美尼亚了。好，他不仅折损了5000多条人命，然后他呢就是被整个亚塞拜然打的这个溃不成军。好，然后重点是打完一仗了，他还是换不回纳卡的统治权。但你以为这是亚美尼亚最惨的状态吗？没有，亚美尼亚最惨的是停火协议签约之后，他们国家发生暴动，真的是屋漏偏逢连夜雨耶！你打输就算了，国内的人民还不爽你去签这个条约。
亚美尼亚总理这个帕西米扬呢，他就签约之后就很淡然暗淡的对着国家全国人民宣布这个以下内容呢是转自那个转角国际他们的翻译。他说：亲爱的国民同胞兄弟姐妹，刚才呢我个人已经代表大家做出了一个极端痛苦困难的决定。我在纳卡战争的停战公布上面签字了，从11月10号开始，我军跟俄国亚塞拜然确认停火，相关的和平条件已经对外公布了。对于我自己或所有的国民来说，痛苦的程度是不可想象的。好，他这一段话其实讲得非常难过，基本上他就在跟国民说，我真的是逼不得已才要签下这个停火条件。好，那话讲得很难过很可怜，可是亚美尼亚人根本不理他，没有被这段话给打动，他们满腔怒火，就觉得你政府根本就没有在做事，而且他们除了没有在做，觉得政府没有在做事以外，他们觉得政府都在骗人。政府怎么可以一直对着亚美尼亚国内的人说，我们一定会赢，纳卡区域是我们的，这一场仗非打不可，我们一定拿下胜利，然后就派很多的大家的家中的男性的这个军力们去战场上赴死。他们就觉得你怎么可以这样骗人，没有胜算的事就没有胜算，你不能这样子骗我们，然后就派我们的人民去送死。好，所以他们就觉得双重的不爽，就是再加上他签了这个辱国的条约，输就算了，你还签这个割地赔款的条约给人家，所以成千上万的亚美尼亚人就在停火协议签订之后就走上街头，然后包围了总理府，甚至他们还冲进去国会大厦里面，然后破坏整个国会的议事厅，比那个我们之前太阳花占领这个立法院，我们还算和平占领，没有，他们的破坏是极致的破坏，然后所有人冲进去里面摔东西砸东西，然后占领那个议事台这样。好，那除此之外呢，他们还高喊着总理下台，然后还有人说从这个筹组临时政府。好，无论如何就是不能接受现在的结果，这个结果太差了这样。然后现在亚美尼亚首都的政府大楼已经陷入了一个无政府的状态，而且那个无政府状态，这个转角国际还有翻译一句话，我觉得好扯就是那时候人民在闯这个政府大楼的时候呢，驻守着政府大楼的政报警察还有警卫就看着人民这样冲进去，然后冷冰冰的说什么你知道吗？他说反正我们总理昨天都还说会打胜仗啊，那我们就让他自己去打咯。好，言下之意就是连这些警察都不愿意挺总理，因为总理骗人，总理给大家过度的信心，所以他们就说总理自己去打反正我们人民就在这边，对不对？好，所以你看拿不回纳卡区域，然后国内又因为战败然后暴动，亚美尼亚这一仗其实真的是很惨赔惨赔到底。那这个新闻讲到最后，就有人曾经私讯我问我说敏迪怎么办？我看到亚美尼亚打输了我好难过。我说你难过什么？他说就是亚美尼亚这样子被他的老大哥俄罗斯给抛弃，然后就打输了，然后各地又赔款的，会不会就跟台湾一样啊？万一到时候中共打过来，我们会不会变成美国的弃兵，然后我们也被这样子牺牲掉？老实说我觉得不能这样比拟因为纳卡区第一它本来就长在亚塞拜然里面，它本来就对亚美尼亚是不利的，然后再来就是你知道易守难攻嘛，那在里面其实也没有其他国家要守护的东西什么意思？就是在纳卡区域里面，它没有必须要维持它安定的必要性。那台湾之于这件事情，我们有什么？我们有台积电，我们的护国神山，我们的航空母舰台积电，然后还有我们的地理位置也是一个其他国家要守护的东西。所以我跟你讲，大家要注意，我们知道台湾其实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地理。我们位于第一岛链的最核心的位置，也就是中国要进入到太平洋，它过第一关就是台湾。所以如果台湾被中共拿下来的话，基本上你对整个岛链，包含日本、南韩到南边的菲律宾等等的国家都是极大的威胁。那你就更不用说，万一台湾成为中国的一个跳板，那它对于太平洋彼岸的美国也是一个重大的威胁。所以我们台湾其实相较纳卡区域来说，其实对于其他的国家，我们是有他们必须要守护的东西。再来，台湾有完整的政府，以及台湾有强大的三军。基本上啦，你在纳卡区域的亚美尼亚的军队其实没有那么强悍，那所以他才要请俄罗斯帮忙。但台湾基本上我们有很多的军备，然后我们的这个国军也是很厉害的，然后政府其实很完整，然后我们的政府也在做外交。你看那个纳卡共和国有什么外交可言？没有。这就是为什么
我一直希望大家看国际新闻，因为看懂的话，你就不会以为啊，全世界都很棒啦，全世界都很平，就台湾最鬼岛啦，台湾最差啦，你一直妄自菲薄。你如果看国际新闻，你就不会这样想。而你如果看国际新闻，你也不会很惶恐，就觉得啊，国际这样，美国换个总统，我们会不会台湾就被卖掉？然后这个欧洲，这个德国这么亲中，台湾会不会跟德国关系变差？好，等等的，你不会这么的面对国际局势，你束手无策。然后再来，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如果看得懂国际新闻，你有看够多的国际新闻的话，你就不会觉得台湾很弱。好，你不会认为台湾只是一个任人宰割的棋子而已，没有。你看多了国际新闻，你就知道台湾有那么重要，地理位置重要，台湾的台积电很重要，台湾的外交很重要，台湾对抗中国这件事很重要，每一个都是我们的武器，每一个都是我们的筹码。那国际新闻会让你了解到这些事情。好，所以我觉得啦，大家我们一直讲所谓的国际观，那老师也会跟学生讲国际观。好，那国际观不是让你找工作顺利，也不是让你考试拿100分的，国际观其实是让你可以知己知彼，知道自己在国际间的位置，然后知道我们有什么优势，然后对自己的国家有信心。我觉得这是读国际新闻最好的一个收获，那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好，所以我觉得最后一段把这个亚美尼亚跟亚塞拜然，虽然它是一个对亚美尼亚人来说是一个很难过的结局，但它可以化成台湾人的一个借鉴。好，我们去了解这个国家为什么发生这些事情，然后反之观察台湾会是怎么样。好，这也是这礼拜所有的新闻。你还喜欢我的国际新闻吗？你知道其实我刚刚讲的这些内容都是从文字开始的吗？下载敏迪选读的 App， 每周1到5早上8点13分，接收敏迪的第一手国际新闻。Android 和 iOS 都有，还有网页版和 Telegram， 直接用电脑读也没有问题。Podcast 和文章呢，通通都是免费的。如果你很喜欢我的国际新闻，欢迎到我的嘖嘖募资专案，以每个月59元支持我。另外呢，我也会把我的生活动态放到 Instagram， 你也可以看到更多有趣的敏迪。所有的平台网址都放在我节目介绍当中，不管是文字、声音还是 Instagram 的图片，挑选一个你最爱的方式，迎接我为你准备的国际新闻吧。让我们一起把国际新闻推广给每一个人。终于耶，我好久没有一口气讲5个完整的新闻了啊！而且应该节目也最近比较少是直接突破1个半小时哈。那其实我之前的印象是，只要我的节目越长，其实点阅率或者是收听率是越高的耶。我有记得最高的一集是将近2个小时。好，那可是老实说，我最近已经很少看到这样的数字，因为最近新节目实在太多了，而且都很多大咖，大家都从如雨后春笋般的冒出来，然后我的排名就直接掉到不知道哪里去，我有时候都滑不到自己的节目。那没关系啊，反正我们就自己做开心哈。嘴上虽然说没关系，但心里其实还蛮在意的。好，因为你知道排名就会影响数字，数字会影响什么？影响我的业配的收入，所以还是这样，我会把内容做好啦，希望大家把我多推荐给别人听。然后好，这礼拜呢后面这段闲聊我也会聊蛮多的事情哈，我会分享3件事哈。第一个我要来推荐电影，是我上个礼拜去看了一部这个国片，它叫做《同学麦纳斯》。那这部电影呢，它是导演黄信尧的最新的长片，他的上一部电影你应该有听过，就叫做《大佛普拉斯》。好，所以你知道普拉斯跟麦纳斯，对，没错，这一部电影的麦纳斯就是 minus 的意思。那这部电影如果我觉得跟他的上一部电影相比，它比大佛普拉斯更趣味，但也更无奈。这部电影它的故事是在讲4个高中同学，他们毕业后出社会后面临的人生百态。那4个人有截然不同的个性，截然不同的算是对未来的期望。好，那也有截然不同的结果。好，那我觉得是这样，如果我们说他的上一部长片《大佛普拉斯》是 M 型社会的两端的极端的悲剧，那同学麦纳斯呢，就是这个 M 型社会中那个最谷底的中间那一群市井小民的故事。那我觉得整部电影每个面向都很棒，包含4个主角演得非常好，我其实不知道谁是唯一主角，没有，4个人平分秋色。然后阿瑶在背后的那个旁白也很有感觉，
那它的剪辑啊跟摄影其实也都很棒，然后画面很好。那可惜的是，因为我看电影的时候，我那时候是看试片，所以太晚到了，那时候上班日，太晚到之后我坐很前面，然后在视觉上面有一点点可惜，所以我应该会再二刷，付钱再看一次，然后看一下它真正的完整的画面，我觉得那很值得二刷。这部电影整个的美学，包含配乐，包含了选角，然后故事情节等等的我觉得都很值得玩味。然后难怪他今年好像入围了9项的金马奖吧，我觉得应该会有很多奖项是落入他手中的。我特别要讲，我觉得刘冠廷演的超好。刘冠廷大家在电影里面演了一个会结巴的人，那叫做 Big，Big 就是结巴的意思。以前我们如果看演技不太好或者是比较生涩的演员去演结巴，你会觉得他结巴很刻意，然后结巴都是故意要这样我这样子的去演，我觉得真正结巴的人应该其实不是这样子。那刘冠廷真的演得很到位耶，然后他可以在结巴的过程中那个情绪的转折，然后那个大笑或者是难过，他都可以演得出来。好，难怪他是上一届金马奖应该是最佳男配角吧。对，那刘冠廷最近的电影也蛮多的，包含《消失的情人节》，然后这个《同学麦纳斯》，还有一部是《无声》。好，我还没有看过后面2部，就是《无声》跟《消失的情人节》，这2个我都还没看。那我应该下礼拜会去看《无声》。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值得期待的新生代演员呢。好，那我觉得甚至以后金马奖应该会很常看到他的出现。好，那这部电影真的很不错看，《同学麦纳斯》，然后推荐给大家。大家在这段期间，因为国外很多的大片都没有上了嘛，像好像黑寡妇吧，还有其他的电影都先暂缓了。那这个时期台湾的国片就很受到大家的欢迎然后刚好我们国片拍一拍之后在台湾电影院上映都没有问题，所以大家最近呢，如果没有什么好的别的电影想看的话，我觉得多多去看像这样子最近的国片都蛮好的。不是说要所谓的复兴国片或支持国片这种很道义上的支持其实没有我最近看的，像我上次有推荐那个《亲爱的房客》，然后这个礼拜的《同学麦纳斯》，我觉得真的都是好看我才推荐。好，然后讲完电影接下来聊一下最近应该是上一周吧，就是双11嘛，对不对？双11我的朋友圈有一件事情蛮多人讨论的，就是出版好像是 Momo 吧，对 Momo 这个平台，他那一天玩了所有的出版品66折吧，然后结果呢就引来独立书店的集体的无声的抗议他们就说他们在双11那一天要歇业1天，然后来抗议说这个网络平台然后削价竞争这样子。那后来还有我记得宝瓶文化，对，宝瓶文化在跟 Momo 没有谈拢之后他们也有一些作为吧，就是有点像是对 Momo 抗议这样。好，我觉得这件事情因为我不太知道这些产业，包含网络平台怎么卖书，然后包含出版社怎么铺货给网络平台，甚至是独立书店怎么营运这个其实当然当中的商业模式我都不清楚，但我就以一个我认为我算是台湾阅读量还算不错的层级的人来说，以一个使用者来讲来聊读书这件事情大家应该都知道我很喜欢看书，然后我的迷你选读最一开始的业配呢，其实是20本我免费送给出版社的一个免费业配额度，就是当时我记得今年的2月28号本来是国际书展嘛，对不对？后来因为没办法举办疫情的关系，然后我知道很多的出版社砸了很多的钱在准备这个国际书展，然后没办法办的话，我就觉得好吧，我来帮他们宣传。所以当时我就收集说你如果是出版社，你有想要宣传什么事情，不管是活动、新书还是折扣等等的，我有给你我给20个出版社的额度去做宣传。然后后来这个出版社也开始就陆陆续续跟我讨论说那或许这个免费业配的额度可不可以换成真的在进入广告了。那广告这件事情其实我还是希望可以多多推广好看的书，所以我就跟出版社们说好，虽然现在不是免费的了，可是我愿意给你们半价优惠。所以基本上有联络过我的出版社都知道我现在给这些你们出版社的业配价格其实是别的客户的价格的1半，因为我个人很想要推广出版很想推广
书籍吧，应该讲不能讲推广出版。好，那我在那个之前有访问过科技导读的 Michael， 在那一集里面我们有聊过文字的存在。其实我认为呢，文字这件事情它不会死亡。好，就像我们自己都写长文的嘛，科技导读的每一篇大概都3-4千字。那我自己敏迪呢，我是文字起家的，我每一天都会写大概1500到2000字的国际新闻给大家，所以我们当然相信文字有它的力量，而且有它的受众在，要不然我们不会活下来。好，就是我们不会做到现在这么好。但文字它会转换形式，继续存在人们的心中。好，例如像以前我们说的是出版，好，那再近期，比如说可能出版业书籍之后变成部落格的形式，部落格可能还算长文，接下来就进入到了所谓推特时代，只有140个字的时候，接下来就到了 Instagram， 只剩下图加上一点点的标注。那在下一个阶段就是可能是社群媒体，可能是通讯软体的一句话一句话形式的文字。那如果文字不断的在转变，然而我们的出版的思维都还是一样的话，我觉得那会有点可惜哈。所以我建议就是现在的出版社呢，你们要学会去跟科技共舞。科技不是只是拿来让你宣传你出了什么书，科技更是让你出版你所拥有的内容。所以像现在出版社从纸本书转换到电子书，我觉得它就是一种科技的转换。但有没有可能你拥有的文字，你跟作者谈好的东西，它可能 maybe 一本书是3万字好了，你可以帮作者做一个切换，它可能变成一个每1000字每3000字一个小小篇幅，然后在网络的某一种形式上面去呈现，然后用截的更小段的方式去收钱。好，举例来说好了，以前我们在早期买唱片的时代，人们买歌都是买一张专辑10首歌300多块台币。好，可是进入到了 Apple Music 的时代，进入到了 iPad 时代，你可以变成只买一首歌，一首歌只要1块钱美金，大概30块台币左右。好，那等于是音乐这个形式从一张专辑绑着卖，变成一首歌直接卖。那书籍可不可能是这样子？好，只是当然，如果书籍转换成这个样子的话，它可能就会面临到另一种问题，就是作者会不会觉得你把我东西拆开来卖，那它没有融会贯通，没有从一到就是我有布局的，我第一章节跟最后一章节有呼应的，那你这样子大家会阅读上吸收上会是碎片式的吸收，也有可能，但专辑又何尝不是每一个艺术家音乐家他在做专辑的时候，他一定都会有第一首歌跟最后一首歌中间哪一首歌他都有布局的。好，那但专辑可以这么做，那为什么书籍不能这么做？我觉得大家可以去思考这件事情。甚至是现在不是有很多所谓的一句话的那种文体吗？比如说我们在脸书上常看到什么鸡汤文，就是一张照片就配一句话压上去。有没有可能你让你的作者的文字内容，如果它是属于比较心灵层面的，甚至它是比较找食谱啦或动作什么的，你把它做成一个图加文，然后放到网络上，然后另外用不同的形式计价，然后跟作者讨论版权。我觉得这都有可能好，它当然有声书是一定或是已经开始的，有声书就可以不用讲了，或者是你把作者的文字转换成影片，另外跟作者就是支付这样的版权费，这都可以。那出版社你如何？你拥有的不是书，你拥有的是作者的内容。好，那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想想看这件事情。然后我最后还是讲一下，就是我觉得台湾的书真的很便宜。你去国外看就是台湾的书籍，我觉得应该是全世界最便宜的吧 maybe 就是一本书只要200多块，只要300多块，然后打折下来只要200多。你买电子书可能更便宜，你买二手书根本几十块就有一本很棒的书。而且台湾的二手书其实蛮蓬勃发展的，二手书店很多，然后你还有很多的平台在卖二手书。所以我认为在这么知识取得这么便宜，成本这么低的情况下，如果我们还不去读书的话，那你就在浪费你所拥有的天赋。当然啦，我知道培养起读书这个兴趣是蛮难的。像敏迪我自己，其实我是大学毕业后出社会了，我才爱上读书。其实我大学毕业以前，基本上我都不太喜欢去看课外书，然后我甚至以前很自负。我在国中、高中的时期，我很爱写小说跟新诗，然后我的作品是都会刊到校刊上那种，然后我还甚至入围过台积电青年文学奖。好，我很爱写，我也自己自负认为我很会写，但我自负到觉得，因为我会写，所以我根本不需要看别人怎么写。
以前老师都会说嘛，你如果要作文写得好，你就多看书嘛。但我觉得我根本不需要。好，所以你知道我以前是多么的自负的一个屁孩。那我是出社会之后才开始觉得，原来书的世界这么美好，然后我甚至会废寝忘食的看书。那我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把握你身在台湾有这么多繁体中文的书籍，包含很多出版社很努力的在带国外的书籍翻成中文给你看。那如果你不用这个好好的优势，那就好啦，只能说很可惜啦。但是至于这一次的那个Momo 跟独立书店之争我个人认为是这样，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我比较偏资本主义，就是在于经济发展这一块我是比较偏右的。我认为任何的经济的算是反垄断啦，或者是有巨头的崛起，那都是有原因的。然后我也很支持所谓的演化论嘛，在商场上的演化论那所以我认为啦Momo 平台它的打折不是一种恶意的手段，我觉得是他为了要求生存而使用的目的。那他这样打折我不确定他的这个折扣会不会跟出版社去跟他们要说我现在打这个折，所以出版社你也要跟着我一起哭如果他是这样好，那以下我说就不算数。但如果今天 Momo 他只是单方面的自己打折，然后不去压榨出版社的话，在这个前提下我觉得我乐见这个打折因为它让台湾的消费者，它让台湾的读者有更方便的管道可以买到知识所以这是我身为一个消费者跟我支持就是资本主义的状态下，我就认为这样子可是老实说我对于独立书店他们这一次做这样的串联呢我觉得有点心疼，但我不觉得这个串联是有办法达到他们想达到的目的我相信大家应该也知道我很支持独立书店我这一次大概在10月初的时候，我不是有去屏东跟小琉球玩嘛，然后我还特别想要去走访独立书店，然后我要拿着我的振兴券去买书，然后最后送给我的读者，在我的 IG 上抽奖，这个我都有写出来我其实很想要支持独立书店，但我认为独立书店你们要去跟这样子网络平台做竞争，不管是博客来，不管是 Momo 还是 PC Home 都有在卖书的甚至是像 Kobo 这种电子书独立书店应该有其他做法，而不是在双11这一天决定我要歇业1天，然后去做一个无声的抗议。我认为这个并不会达到目的，它只会让消费者，让那些这个读者，好像让我这样子的人，在双11那一天我想要去买书去做一个支持的时候，我买不到所以我认为他应该有更好的做法。那只是因为我本身没有在经营独立书店，所以这样一时问我也不太知道有什么方法。但像我自己这种我现在算是比较像是知识型的 KOL 的话我就会自己自发性的去做这种比如说去独立书店买书然后签名抽奖的活动。所以如果是这样子，我这边都可以这么做了，那独立书店你们或许也可以找更多类似的 KOL 做这样的事情你们可以多运用一些社群媒体，运用一些知识型的意见领袖，然后达到宣传的目的，或是办一些活动。就像我觉得这样，就是像你知道大家五月天现在是不是除了出专辑以外，他们最常做什么事就是办演唱会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音乐会用越来越便宜的形式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之中。我们现在听 Spotify 听 YouTube 都不用钱可是他们唯一能赚钱的地方是什么？就是他们的本尊，他们的人，我们的线下的体验。所以他们办演唱会，这个是粉丝们一定会掏钱去跟你面对面的互动。那如果今天音乐的形式可以转换成这样线下的赚钱方式，那独立书店你们拥有的是实体的通路，实体面对面的机会跟空间的话，那或许你们可以做更多类似像这样子的空间变现吗？或者是互动的活动，来转换人们从书籍的体验到现实生活中，比如说沙龙，比如说可能说书也可能是一块那或者是从这本书旁边，比如说我们现在读一本假设破解希特勒好了，那你就去延伸在你的书店里面播相关希特勒的电影，让读者看完这本书之后可以去到你的书店里面去做更延伸的知识型的吸收。我觉得它都是可以操作的。那如果单纯只是用一个歇业1天的形式来跟这样的网络平台去做对抗，我觉得就有一点落入他们的游戏规则里了。老实说，独立书店跟像这样Momo这样的平台，你们本来就不再用同一个游戏规则，你们的游戏的
空间、场域、场景都不太一样，你没有必要硬要跟他玩他的游戏。好，我们可以拉开来做不同的场景的挑战。好，所以这是我浅见啦，好不好？就是我还是很爱书哈，所以独立书店你们要加油。然后如果我有机会，我明年会走访各地嘛，就是我一直说我会到台湾各地去做旅游，那我也会试着去拜访每一个地方的独立书店。那你们要加油，好不好？希望我每一个想去的书店，你们到时候都会开。好啦，那这是这个关于书的这一块哈。那最后，我想要讲一小段，就是我们最近发现有一个粉专很不错，叫做旧鞋救命，好，就是很破旧的旧的鞋子，然后可以救命，救命就是 SOS 那个救命。那这个我当时是因为我们家就是最近很多的鞋子跟旧的包包啊、衣服想要淘汰掉，那可是那些其实都还可以穿啦，那只是可能不喜欢了、过气了等等的，总之就是想要丢掉，但是又觉得直接丢垃圾桶或者是丢垃圾车实在太可惜了。然后我们就查到就是有这个旧鞋救命的粉专，然后他会把这些鞋子跟包包拿去捐给非洲的小朋友们。然后他的地点，他的仓库在新北市的泰山区。好，那我觉得很棒，是因为后来我来不及寄，所以我们就直接整理一大箱，然后我开车再去那个泰山的仓库。那个仓库的名字叫做伯利恒仓库，这样，那直接送过去，然后你就可以看到，这仓库弄得蛮好的，然后他们现场不只有就是人员应该是志工吧，他直接在那边帮你看，你的鞋子好不好啊？他不想要花了运费把鞋子送过去，结果不能穿哈，然后包包可不可以用啊？然后跟你的衣服啊状态怎么样啊？这样，然后仓库整理蛮好的，然后也可以在仓库里面有一些他们这个国际志工的说明简介，让你更了解说你这个物资是捐给谁哈，蛮公开透明的。然后我们那时候捐鞋子跟包包之后，它还有一个选择，就是你可以捐运费，好，就是你除了捐物资以外，你可以说那我再捐几百块，比如说一个人100块，然后你就可以在他们这个运送的过程这个运费再出一点点力。整个来说我觉得是蛮不错的，所以如果你家里有一些鞋子啊、衣服啊、包包啊，就堆太久了，其实你很苦恼该怎么办啊？推荐你去搜寻这个粉专叫旧鞋救命，旧的鞋子可以救别人的命，你这样记得就好了。好了，那是这礼拜所有的内容了，我们下礼拜见喽，拜拜。以下内容由风传媒华尔街日报赞助播出。如果你愿意听到这里，表示你对国际新闻真的很感兴趣，那你应该会跟我一样，常常阅读外国媒体。这里推荐你一个很棒的财经媒体，叫华尔街日报。华尔街日报拥有130年的历史，提供全球国际情势、金融、商业、财经等议题，是最多成功人士阅读的国际性媒体。每天超过200则多元新闻量，重点是有中文版，不用再担心你英文不够好，读不了什么专业的财经新闻了。就连敏迪我呢，也都是以中文版为主要资料来源。不过华尔街日报什么都好，就是有个缺点，太贵了。它是会员制一年要付将近14000才可以读所有的文章。每一次呢，我查到一篇来自华尔街日报的好文章，我都只能看着标题干瞪眼。但现在有一个超爆划算的会员方案，台湾优质媒体风传媒引入华尔街日报，透过敏迪的推荐连结订阅，输入推荐码 MDWSJ， 原价14000的年会员费立刻变成3900。不仅所有的文章让你看到饱，还有风传媒帮你整理好的 VIP 精选好文。点选这集节目介绍中的连结，和敏迪一起读华尔街日报吧。